陈大勇呢？欠了钱就装死，今天再不还钱，老子就拿孩子抵债。黑三儿又来了。陈大勇呢？老婆被人扯头发，儿子都快被抢走了，他还躺着。钱是陈大勇欠的，你们找他，别碰我儿子。找他？那窝囊废见了我，连头都不敢抬。在家里打老婆打得挺有本事，到了外头屁都不是。别碰他！孩子还发着烧，你们冲我来！发烧也得还钱。陈大勇欠的是赌债，白纸黑字按了手印儿。今天要么拿钱，要么孩子跟我走。这是哪儿？我穿越了，还穿成了一个连老婆孩子都护不住的混账东西。放手！陈大勇，你他娘的敢打我！陈大勇今天咋敢还手了？儿子都要被抢了，再不动手还算人吗？欠多少钱？现在想起来问了，280，连本带利，1分不能少。钱我认，但你再敢碰他和孩子一下，我让你今天横着出去。行，陈大勇，你今天算是长本事了，3天，我再给你3天，3天后280块，少1分都不行。你老婆孩子我也不会再客气。你不是想当男人吗？我倒要看看3天后你拿什么当。陈大勇，别想着跑，这条街上没人敢收留你。3天后钱不到位，我让你们一家都没脸活。你先起来，地上凉，孩子还病着。别碰我，陈大勇，你再碰我一下试试。难怪他怕，换成任何人都不可能因为我刚才救了一次人，就忘掉过去那些伤害。好，我不碰你，以后也不会。孩子烧多久了？他现在根本不会信我，那就先别解释，解释没用，先找钱买药。这个家已经被原主败得差不多了。别动那个！穿越前我做电商运营，整天算流量转化客单价，那时候觉得最难的是市场和竞争，现在才知道最难的是一睁眼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烂人。债要还，孩子要救，女人不信我，外头还有黑三3天后上门。我知道你不信我，也不用现在信，我先去给孩子弄药钱。哎呀，这回倒像个人了，就怕装不了几天。这条命是捡来的，这个家也是从今天开始重新救。装的倒像那么回事，谁知道能撑几天？苏雨晴也是命苦，摊上这么个男人。你去哪儿？我去弄药钱。你是不是又想把家里最后一点东西拿出去卖了？孩子烧得厉害，不能拖。你也知道不能拖。你昨晚拿走小宝看病钱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不能拖？你把钱输光的时候，怎么没想过孩子还发着烧？你现在说去弄药钱，我凭什么信你？这是家里现在能找到的钱，我不拿走。我身上没有别的钱，我出去不是赌，也不是喝酒。我知道这种保证没有分量，我不拿钱，我拿废铁和那个坏收音机去换点药钱，东西能卖多少，回来我给你看票据。收音机是我爸留下的，那不卖。我只卖废铁。这件衣服是谁的？你的。那也拿去卖。我会尽快回来，好歹不是死局，只要能先活下来。这个年代遍地都是缝隙，但现在还不是想生意的时候，先花要钱。哟，陈大勇，今儿不去喝酒，改卖破烂了？称一下，都是锈铁，不值钱。能给多少？2块，至少有20多斤，
按现在废铁价，不该只有2块。这件单算。你还懂价？不懂价就得任人宰。废铁3块2，军大衣1块8，一共5块。哼，你当我这是百货商店？前面修车铺也收铁。回来，4块5，不能再多了。4块8。拿着，穷讲究。孩子发烧游泳。孩子多大？5岁。烧多久了？发高烧不能硬拖，最好去卫生院看看。先拿能退烧的，再拿点最便宜的消炎药，剂量按小孩的来。不够，药只是暂时压一压烧。孩子要只是真烧得厉害，还是得去卫生院。钱必须马上弄。雨晴啊，不是婶子多嘴，这日子真不能这么过了。他今天是打了黑三儿，可谁知道是不是一时上头？你以前的那些打，咱们街坊不是没看见。你要是真想回娘家，婶子帮你叫车。我想走。他该走，换成我也会走。一个把他打怕，把孩子要钱赌光的男人，谁还敢留？小宝还烧着，我现在没钱，我身上1分钱都没有。陈大勇，你站那干啥？偷听啊？退烧药，卖废铁和军大衣换了4块8，药花了3块6，剩下1块2。药铺的人说，孩子烧得厉害的话，最好去卫生院。这些药先压一压，今晚我再想办法凑钱。从今天起，这家里不留酒。你以前也砸过酒瓶，第2天就又买了。我知道。陈大勇，你写过的保证书比小宝的作业本还厚，有用吗？没用，所以这不是让你信我的，这是给你留证据，以后我再犯，你拿着这个走，我不拦。我不会信你。我知道，那就先不用信。150，原主明明只借了150，怎么欠条上成了280？又怎么了？这张欠条有问题。你又想赖账？不是赖，该还的我还，但不该被人坑的也不能白白认。这3天我不光要凑钱，还得弄清楚这280是怎么来的。这个家没人信我，那就从第一件小事开始，先让孩子退烧，急不来。他怕我是应该的，先把眼前的事做好，不能坐等，先解决钱的问题。没有本钱，就从能变现的东西开始。东西值不值钱，不只看东西本身，还得看卖给谁，怎么卖。你又要干什么？我把家里能卖的东西理一理。你又想卖东西？陈大勇，你昨晚说过不碰我爸留下的收音机。我不碰，那个留着。这些东西能卖几个钱？直接卖是卖不了几个钱，但收拾一下能多卖点。别信，他以前也装过。废铁按斤卖不值钱，但铁钉有人要。你分这个干什么？修车铺、木匠铺都用得上。还有这几个陶瓷盆，虽然破了，但标源没坏，废品站给不了几毛，可卖给养鸡的人可以当食盆。这些钱你收着，我今天卖东西不带家里的钱走。这年代的东西少，但需求不少。大家缺的不是大件，是随手能会用的小东西。只要找到对的人，破烂也能卖出价。陈大勇，你来干啥？直钉能用，便宜卖你。我要你这些破钉子干啥？你这木箱不是得修？新的钉子得去供销社买，还得排队。我这几把钉子1毛5，你省事儿。拿走拿走。方向没错，破口在边上，不漏石，你拿回去直接用，比木槽子好洗。要不是看着还能穿，我可不给这个价。这是第一步，靠卖破烂不可能还清债，但能凑出第一笔本钱。有本钱才能滚起来。文具、袜子、发夹、针线都是小东西，单价低，需求稳，这就是机会。但小宝还没彻底好，家里也没粮。孩子烧退了，退了点儿，还没稳，钱又见底了。
但这钱必须花。孩子不稳，什么生意都没意义。今天卖了3块8毛5，卖粗面1块2，鸡蛋8毛，要2块2，剩8毛5。娘，我饿。你喂他吧，我不靠近。第一步算是稳住了，孩子有药有热饭，接下来该想办法赚钱。靠卖破烂，一天3、5块，根本不可能3天凑够280，必须用手里最后这点钱做点小买卖。你写这些干什么？找活路，卖破烂只能救急，想还债得做买卖。家里没钱给你折腾。我知道，所以我不动家里的钱。明天我去县城批发摊看看，先看不买。大勇，听说黑三儿今天来过了。兄弟，我早说过，那种人不能硬顶。要不这样，明儿我带你去个地方，翻本快。咱兄弟这么多年，我还能害你？黑三儿那边催得紧，你光靠卖几块破铁，能凑出几个钱？听哥一句，明儿晚上我带你去个场子，手气好，一把就翻身。这人不是来帮我的，他是来确认陈大勇还能不能被继续当冤大头。咋了？被黑三儿吓破胆了？你以前可不是这怂样，兄弟们都等你呢。去了喝2杯，顺便把钱赢回来，到时候280算啥？之前是你带我去的。啥叫我带你去的？不是你自己非要去玩2把吗？我昨晚到底借了黑三多少钱？100，不是，反正你输得多，欠条都按了手印，还问这个干啥？果然有问题，他自己都记不清该怎么圆。大勇，你啥意思？怀疑兄弟坑你？我告诉你，要不是我给黑三说好话，他能只给你3天。以后别来找我赌。你说啥？我说，以后别来找我赌。还有，黑三那笔账我会查，不该还的我1分不少，谁也别想塞我头上。行啊，大勇，真装起正经人了。可你别忘了，你以前是啥货色？苏雨晴信你吗？街坊信你吗？你今天能忍，明天还能忍？嫂子，你可看紧点儿，他这个人啊，手里有俩钱就痒。现在打他没意义，他巴不得我当众发疯，好做事我还是以前那个烂人。滚！哼。你真要去做买卖？拿什么做？你身上还有几毛钱？所以先看人、看货、看价，钱少有钱少的做法。学生需要的不是单件东西，家长真正烦的是一样一样买太麻烦。铅笔、橡皮、书皮、姓名贴，如果能放一块买，就是省时间。厂区人流固定，女工要发卡、头绳、手帕，男工要袜子、鞋垫，带饭的人要饭盒袋。这些东西单价都不高，可需求稳定，而且重复购买。买啥？铅笔怎么拿？1毛2一支，10根起。橡皮5分钱1块。你到底买不买？这些怎么卖？尾货不挑，1块钱一堆。能不能先拿一部分？你当我做善事？这些你整堆卖，未必有人要。铅笔短，橡皮脏，发卡颜色又不全。但如果我帮你搭成几包卖出去，明天我来结钱，还按你1块钱一堆的价拿。你拿我的货去卖？卖不掉呢，卖不掉。我今天下午还回来，我就在学校门口卖。你要是不放心，可以去看。你叫啥？陈大勇。你就是那个欠黑三钱的陈大勇？是，我不白拿。这个压你这儿，货卖了我拿钱来赎。行，就这一次，下午天黑前不回来，我就当你表不要了。成。开学省事包3毛5，女娃整洁发卡2毛一组，孩子铅笔、橡皮、书皮1包配齐，不用一样一样找，买1包，今晚回去就能包书。多少钱？3毛5。贵了吧？铅笔才1毛多。单买是便宜点，可你还得找橡皮、找书皮纸，这1包都配好了，孩子明天直接用。这个。
有啥？铅笔2支，橡皮1块，书皮纸1张。能不能换颜色？能，您挑。就是他这儿，东西都配好了，省得再跑公共销社。还真卖出去了。尾货不是不能卖，是得重新搭。明天还要，但明天我想自己挑。有钱就给你挑。明天会有。你去哪儿了5块6毛5，尾货赊的1块已经还了，这是今天摆摊赚的。今天试了一下，学校门口能卖，家长买的不是便宜，是省事。娘，我饿。买点米，或者给孩子买碗馄饨。别急，他只是没拒绝钱，不是信我。哟，陈大勇，听说你今天摆摊赚着钱了？你一个欠赌债的，也敢在学校门口卖孩子东西，就不怕人家家长知道你是啥人？5块6毛5，陈大勇，行啊，才1天功夫就让你摸到门道了。你有事儿？没事就不能来看看？我就是好奇，你一个欠赌债打老婆的废物，怎么突然想起来去学校门口卖东西了？你说那些家长要是知道卖给他们孩子铅笔象池的人是个连自己儿子要钱拿去都能赌的混账，他们还敢买吗？你是学校门口卖文具的？是又咋样？我卖了几年了，你算个什么东西？第1天摆摊就敢抢我的生意？学校门口是你家的，你少给我扯这些。那一片我摆了好几年，谁不知道？你今天卖什么开学包？明天是不是还要卖书本？后天是不是要把我摊子都挤走？我卖我的，你卖你的。你要是怕我抢生意，可以把货摆好点，别天天把橡皮铅笔堆成一团，家长问半天还找不着。陈大勇，你还真把自己当人物了。我告诉你，你这种烂人就不配在学校门口摆摊儿。大家都看看啊，陈大勇这种人打老婆、赌钱、欠债，现在还跑去学校门口卖孩子用的东西，谁知道他卖的是不是烂货？谁买谁倒霉。说完了，说完就走。你不怕我明天去学校门口说？你去。我以前是什么人，这条街都知道，我不赖。但我卖去的东西有没有问题，买过的人也知道。你要真觉得我抢你生意，就把你的东西卖好点，别光靠骂人。三哥，你来的正好。陈大勇今天摆摊赚着钱，还装得跟好人似的，我看他就是想赖你的账。听说你今天发财了，5块6毛5。陈大勇，你这是准备拿几块钱打发我？钱会还，3天我给了你起剪子了，今天第1天你就赚了5块多，照这么算，3天你也凑不够280啊。要不还是按我昨儿说的，钱不够就拿人抵。黑三儿，我说过，别拿他和孩子说事。怎么又想动手？陈大勇，你是不是觉得昨天砸了我一下就真能跟我横了？我今天要是把你摊砸了，把你人打趴下，你又能怎么样？三哥，这种人就不能给脸，他要真摆起来，以后学校门口还不知道被他搅成什么样。听见没有？你现在不光欠我的钱，还碍别人的眼。陈大勇，你这种烂泥就该老老实趴着，别想着翻身。黑三，今天先还5块。5块？陈大勇，你打发叫花子呢？5块钱你还真拿得出手。还多少？写清楚。你什么意思？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还钱留账也是天经地义。今天还5块，你在欠条背面写上某年某月某日，陈大友已还5元。这倒是个理。是啊，还了钱得有凭据，不然回头说不清。写啥写？人家黑三还会赖你5块钱？亲兄弟明算账，更何况我跟黑三不是兄弟。你现在倒是懂规矩了。写不写？还剩275。3天后我要的还是280。白纸黑字，你刚写的。行，陈大勇，你这是跟我玩明账是吧？那我也把话放明白
3天后275，少1分我砸你家！你摊子敢再摆，我也照砸不误。还有你老婆孩子，你护得了一时，护不了一辈子。钱我会还，摊我也会摆。你要砸可以，但只要你敢碰我的货，我就去派出所。派出所？陈大勇，你当你是啥良民？但我以前开始不按规矩做事，你要是不按规矩，那就试试。好，我等着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陈大勇，明天学校门口你最好别来，来了也没人敢买你的东西。今天这事儿，陈大勇倒没犯浑，就是不知道能撑几天。我还了5块，不先还一点，剩下275，钱还能赚。你不该还，孩子还要吃药，家里还要吃饭，你把钱还了，明天拿什么进货？今天让他写了账，后面才不会被他随便加。明天卖的东西这是什么？这次不去学校门口，去厂区。你有货吗？没有，所以今晚要想办法。你又要拿它去压？今天先赊货。陈大勇，你是不是觉得赊来的东西就不是债？我只赊能当天卖掉的，货不多拿。上午卖厂区，下午还货钱。你知道女工要什么？你知道女人头发用什么发夹不夹头发？知道什么手帕洗2次不掉色？知道针线包里少了扣子有多麻烦？那你觉得该怎么配？发卡不能只要红的，太扎眼。厂里女工上班，深色的更好用。手帕要耐洗，太花的看着便宜，但用不住。针线包里一定要有黑白2色线，还得有扣子。袜子别拿太薄的，便宜是便宜，穿2天就破，回头人家只会骂你卖烂货。深色发卡，耐烧手帕，黑白线加扣子，袜子别太薄。饭盒带要结实，厂里人中午带饭，汤汁漏了，谁都烦。明白了，今天如果卖得出去，这个摊算你一半。谁稀罕你的摊儿？不是稀罕，是你该有。娘，爹又出去了吗？爹昨天没有打人。又来了。今天想拿点厂区女工用的东西。你还真想做起来？想活命。这些可不是昨天那堆烂尾货，压手表不够，你打算怎么卖？发卡加手扎2毛8，针线加扣子2毛，饭盒带加手扎4毛5，袜子不单卖，配鞋垫或者扣子。你这不是卖货，是配套，省得人家东挑西挑。下午还钱，要是跑了，你这表我可不还。跑不了。这都啥名儿？卖手帕就卖手帕，还整包。陈大勇，你是不是在学校门口没混下去，跑厂门口来了？多少钱？4毛5，后部抽绳，饭盒不容易漏汤，再搭一条手帕。快点，迟到了。这发卡有没有不夹头发的？手帕掉不掉色？这线也太少了。陈大勇，家里出事了，你家小宝又吐了，苏姨让你回去看。陈大勇，你回去。小宝呢？王婶看着，她说肚子难受，吐了一点，不烧了。你卖不明白。这种不掉色，这种能用，洗几次也不花。这个夹得紧，头发厚的用这个，这个轻，头发少的戴着不扯。妹子，你懂这个啊？平时自己也用。这里头线够不够？缝衣服够应急，你要是厂服扣子掉了，拿这个正好。光买线不划算，扣子单买还得跑一趟。是这个理，给我拿一个，我也要1包。
我只是怕你把货卖砸。我知道，今天卖出去的都是你帮着卖的，钱你来管，先还批发摊，再留孩子的药钱和饭钱，剩下的明天继续拿货。哟，陈大勇，学校门口混不下去，跑厂门口骗女人钱了。东西是我卖的，货也是我看过的。你说骗，骗在哪儿？人家东西挺实在的，你别张嘴就说骗。哼。这摊子是你男人会卖，还是你会卖？他会卖，我只是打下手。烧退了不少，刚才还喝了半碗水。今天卖的咋样？还行，多亏玉琴。玉琴本来就能干。是。钱还是你管。明天还去厂门口？不止去厂门口。体面包。今天你卖东西的时候，我发现那些女工不是只图便宜，有的人明明嫌贵，可看见颜色合适，搭得顺手，还是买了。以前小摊贩只会喊便宜，可便宜不是唯一的卖点，干净、顺手、耐用，拿出去不丢人，这些也能卖钱。厂里女工上班不会买太花的。对，颜色要稳，发卡以黑棕、深红为主，手帕别拿太艳的，袜子要厚一点。针线包最好用小布袋装，比纸包看着结实。今天你自个儿去吧。发卡颜色我怕挑错。行吧。今天夫妻俩一块来了。今天要这些。你这不是零买，是要配货呀。深色发卡20对，耐手手帕20条，厚袜子10双，针线包10个，再要一点碎布提，能装东西的。能便宜点吗？你小子现在连碎布替都惦记上了。这个洗了要硬。你咋知道？这种布我以前买过。赊的太多了。今天必须卖完一半，卖不完，明天就难了。你倒是知道。知道，所以得靠你。这样真有人买吗？会，因为这不像一堆零碎货，像是专门给他们准备的。便宜卖了啊！发夹1毛1对，袜子2毛1双，比旁边便宜。他比咱便宜，所以咱不卖便宜。上班体面包、发夹、手帕、针线都配齐，颜色稳，厂里用不扎眼，扣子掉了能补，手帕拿出来也不寒酸。多少钱？5毛8。5毛8？你咋不去抢？我这边发卡1毛，手帕1毛5，针线2毛，分开买还便宜。你可以打开看看。发卡不夹头发，手帕我试过，不掉色。针线包里有黑白线，还有3颗扣子。你要是中午扣子掉了，不用到处接。这个袋子也能装东西？能装零钱，或者装饭票。给我一个。有没有给家里孩子用的？学生整洁包，铅笔、橡皮、书皮纸加姓名贴，回去直接给孩子包书。你倒是会省事儿。就是卖个省事。整洁包便宜。明天给我留一个深色的，也给我留一个，别太花。深色体大包2个，不要花，扣子多一点。陈大军，你别太得意，你不就是把腹部包一包吗？明天我也这么卖。你可以卖，你只学包法没用。你知道哪些发夹不夹头发吗？知道什么手帕洗了不硬吗？知道女工要把扣子缝在哪种厂服上吗？其实我卖的是他们觉得顺手、体面、不丢人。这个你学不来。少装，明天看谁卖得过谁。他肯定会学。会，
所以明天我们还得改。别人卖便宜，我们卖体面。等别人也卖体面，我们就卖更懂他们。买药和米，明天本钱，这个也给你。爹，哎，明天要拿深色发卡，扣子要多一点。他们预定了。货呢？卖了。做买卖嘛，谁先给钱就是谁的。谁买的？能这么快知道我们今天要什么，又有心思截货的，不是刘二强就是黑三，或者两个人都掺了一脚。那今天怎么办？先别急。这些颜色太花，袜子也薄，女工不会要。单卖当然不会要，但不一定非卖给女工。深色发夹、厚袜子适合长梳子，但花绶发夹、小梳子也许适合家属院的小姑娘和年轻媳妇。薄袜子不适合上工穿，可夏天在家里穿或者给孩子穿未必不行。这些剩货一口价多少？你真要？要2块5。你这些东西在这儿放着也是压货，我全拿2块。不行。那算了，2块2，不能少。小梳子能用，扣子也能用。那就2块2。昨天截货的人给你多少？啥截货不截货的？我不怪你做生意，但我得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在你这儿拿货。刘二强带人来的，他后头还跟着黑三儿的人。知道了，陈大勇，你惹不起黑三儿。我不惹他，我赚钱还债。今天还去厂门口吗？不去了，去家属院。你不是说家属院那些大嫂最会挑？是。所以更适合今天这些货。厂长女工要耐用、体面，能上班用。家属院不一样，他们买东西有时不是只给自己，还给孩子。花手夹、彩色发卡、小梳子，这些小姑娘喜欢。薄袜子也能搭成孩子换洗包。别人以为截了我的货我就卖不了，但货被截不等于生意断。换个场景，换个说法，就是新货。看着还是有点乱。小姑娘爱翘包，会不会太直白？直白才好。这个时候没人有空猜你卖什么，看一眼就明白，才会停下来。妈，那个好看。多少钱？3毛，一个发卡，一个梳子，小姑娘早上梳头用正好。这梳子结实吗？齿不软，不扎头皮，发卡颜色亮，小孩戴着好看，大人上班就不合适。你倒是会说。这个包里有啥？袜子、手帕，还有2颗扣子。扣子干啥用？孩子衣服扣子掉得快，家里备着不吃亏。这袜子薄，干活不行，但孩子夏天换着穿正好。所以不骗你说厚，它就适合家里换洗。确实不厚。要是上工穿，我也不卖给你。东西用错地方，再便宜也是浪费。办事务下来，小姑娘爱翘包卖了60组，孩子换洗包8包卖了8组，扣除成本，2人已经赚了3块多。陈大勇，你还真是少狗皮膏药的，厂门口卖不成就跑家属院来了。哼，我还当你多有本事，这不都是我挑剩下的货吗？拿别人不要的破烂糊弄人，你也不嫌丢脸。大家伙都看看啊，这些都是批发摊剩下没人要的货，他陈大勇拿回来换个名字就卖给你们，你们还真当捡便宜了。刘二强说的对，这些不是上好的货。发夹颜色亮，不适合厂里女工上班；袜子偏薄，不适合男人上工穿；手帕花，不适合所有人。所以我今天没拿去厂门口卖。我卖给大家的时候也说清楚了，孩子夏天换洗，小姑娘梳头，家里临时补扣子，这些用途他们够用。大姐，你刚才买的是给孩子在家穿，不是上工穿，对吧？是啊，
他刚才说的清清楚楚。我买发卡给闺女戴，亮点咋了？小孩不就喜欢亮？这话倒在理，东西合不合适比便宜不便宜重要。你给我等着！收摊时，两人把剩下的货整理好，扣掉成本2块2，7块9毛，又留出明天本钱3块，还能剩2块7毛。这一份要盒饭，明天拿货；这一份晚上还黑3。只还2块多，还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每次都让他写清楚。他想做糊涂账，我就偏要做明白账。他不会这么容易放过你。我知道，所以明天不能只靠赊货了，得找稳定货源，也得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卖的不是烂货。你记着就好。你不怕我记错？我怕的是你不愿意记。你一个人去？黑三那种人不会好好跟你写账，所以才要去。他要是愿意好好写，就说明他还想按债算；他要是不愿意写，就说明这笔账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要钱。你怀疑他不是单纯讨债？我昨晚接到手的钱应该不是280。你想起来了？想起一点，那晚拿到手的好像只有150，可欠条上写的是280，所以要查。如果真借了280，我认；如果有人拿我醉酒做局，这账不能糊里糊涂背。你以前喝醉了，什么都忍。以前是我混账。我去还钱，你把门绑好。别打架，你要是被打死在外面，黑三照样来找我们母子。我知道，我不打架。哟，这不是陈大勇吗？听说你现在改邪归正，摆摊还钱了？来了。今天还2块7。2块7？陈大勇，你这还钱跟挤牙膏似的啊！照你这么还，还到猴年马月。写上。大勇，不是兄弟说你，你现在咋变得这么小家子气？2块7也要记？钱少也是钱，以前你输几十块眼都不眨，现在2块7倒会计较了。还剩272块3。陈大勇，你最好真能还完。我会还。大勇，其实你真不用这么累，兄弟给你指条路。城南今晚有局，来钱快。你手气一向不错，只是前几天倒霉，翻一把，黑三儿这账不就结了？你别这么看我，咱俩可是兄弟，我还能坑你？那晚是你给我倒的酒。啥那晚？你喝多了还怪我？我问你，那晚我到底借了多少钱？欠条上不是写了吗？280。我拿到手的是150。你放屁！你自己输红了眼，还赖账？150是我亲手拿的，剩下的130去了哪儿？你问我，我咋知道？你当时喝得烂醉，谁知道你自己揣哪儿去了？陈大勇，你今天是来还钱，还是来找事儿？还钱，顺便问清楚账。欠条是你自己按的手印，白纸黑字儿，现在想翻旧账，晚了。手印是我的，我不赖，所以我每天还。但从今天起，我也会每天查清楚那晚谁在，谁倒酒，谁写欠条，谁拿走那130。陈大勇，你他娘的疯了！你急什么？陈大勇，别忘了还有2天。你要是凑不够钱，你查什么都没用。那就2件事一起做，赚钱还债，查账。陈大勇，你以为苏雨晴会信你？你以前打他的时候，我可都见过。你现在装人样，装给谁看？只要我去他面前说一句，你今晚又进茶馆了吗？赵麻子，我以前不是东西，这账我认。但你要是敢拿苏雨晴和孩子做文章，我保证你会后悔。你干啥？问你几句话。我啥也不知道。我还没问。那晚我在茶馆后屋赌钱，你在不在？不在。
你说不在，我问了也没用。我只看见一点，那晚你喝醉了，赵麻子一直劝你借钱，黑三的人拿了150给你，后来赵麻子说你还欠桌上的账，又让你按了280，剩下那130呢？我不知道，但我看见赵麻子从桌上拿走一沓钱，借到手的只有150，欠条却成了280，中间一定有人趁醉做了假账。有别人看见吗？王老四，他那晚也在，不过他欠黑三的钱不敢说。我不要，你别说是我说的。放心。你去了茶馆？去了。你还真去了那种地方？还了2块7，写上了，我没赌。你以前也这么说。我知道，所以我不让你信我的嘴。你看欠条，看钱数，这笔债有问题。赵麻子和黑三可能合伙做局。赵麻子，我早就跟你说过，让你别跟他混，你听过吗？以前没听，以后听。陈大勇，你每次被他一叫就走，每次回来不是输钱就是喝醉。你知道小宝那天发烧，我抱着他去找你的时候，你在哪儿吗？我知道了。你不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这是明天本钱，这是要钱，这是饭钱。先稳生意，再找证据。不是货的问题。今天人不对，是有人提前说了什么？大家伙都听这有些人啊，昨天还赌债缠神，今天就装起正经买卖人了。谁知道他的货从哪儿来的？万一是偷的骗的，买回去晦气。尤其是给孩子用的东西，更得小心，别贪几毛钱便宜，回头摊上事儿。他这是故意的。价格战打不过，就打名声战。那怎么办？别急，名声战不能靠炒，越炒越像心虚。人品坏过，一时洗不白。写这个有用吗？有用。以前别人怕的是我这个人，那同的就让他们先信货，再做新账。但东西好不好，账清不清，大家能看见。这个袋子绳头开了，换新的。我就是问问能不能缝一下。能缝，但你买回去没几天，线头开了，是我们没做好。这个你拿走，旧的我收回来。这不合适吧？合适。以后我们这儿卖出去的东西真有问题，当面换。但也请大姐帮忙说句公道话，我们卖的不是偷来的，也不是糊弄人的。这倒是，前天我买的针线包挺好用，扣子也结实。换一个袋子算啥？谁知道是不是装样的？以后这种地方多缝2针。这个能不能看看里面？能。多少钱？4毛5。我那边针线才2毛。你那边没有别针，也没有扣子。给我一个。当面看，合适再买，不合适不强卖。真有问题可以换。这袜子薄，适合孩子在家穿，不适合上工。这个发卡夹得紧，头发少的别拿这个，会扯。手帕这批颜色稳，洗过不硬。大勇，生意不错啊。有事儿？没事儿，就是来看看兄弟。大家伙可能不知道吧，这陈大勇以前可不是做买卖的料。他老婆孩子病得快没钱吃饭的时候，他还在赌桌上跟人拍胸脯呢。这种人卖东西，你们也敢买？你说的对，我不赖。我已说的混账，喝酒、赌钱、欠债，也对不起老婆孩子。这些事儿，我现在做的第一件事儿，不是让谁原谅我，是还债。是挣钱给孩子买药，是把每一笔账记清楚。这几天赚多少，花多少，还黑三多少，都在这儿。谁买了东西有问题，可以当面换。谁觉得我陈大有人烂，不愿意买，我也不拦。但我的货没问题。你要说我的货以前烂，我认，把证据骗来的。你要是拿不出来，就别当我还债养孩子。人以前咋样我不知道，但他这几天卖的东西确实没糊弄人，账杆摊开让人看，倒比有些摊子强。行啊，大勇。现在嘴糟你账还有利索了，可你别忘了，你赚这3瓜2枣够干啥？够我一步一步还，那就走着瞧。直到下午收摊，2人一共卖了12块4毛，扣掉本钱净剩5块6。你刚才为什么要认？我认，不是因为那些事能过去，是因为我不能让他们一次次拿这些事来羞辱你。今天还黑三多少？
还5块，剩下买药买米，明天进货。还剩267块3。黄老四，我没啥跟你说的。那晚茶馆的事儿，你看见了？我没看见。陈大勇，你别害我，黑三儿那种人我惹不起。我不是让你现在出来作证。你看，我每天缺还钱，每天让他写账，他现在还不能随便动我。等我把账做明，把生意站住，他就没那么可怕。到时候，我只需要你说一句实话。我不知道。你先想想，那晚被坑的人是我，下一次可能就是你。爹，娘说这盖子明天能卖钱。能，你娘做的比我想的好。